我来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有一位姐姐在上海努力奋斗了8年，好不容易拼到了一个年薪50万的职位，手头攒下了一些钱。刚踏入社会的弟弟找到她，开口借了20万，说是要在老家的小县城开一家餐馆。可惜餐馆开了不到半年就关门了，投入的钱全部亏得一干二净。姐姐安慰弟弟说，不用急着还钱，等什么时候有能力了再说。可弟弟听完这话却翻了脸，直接质问他，你一年赚那么多，还会在乎我这点钱吗？言外之意旁父在说，我借你的钱难道还需要还吗？老家的父母也开始劝姐姐，说她应该有点做姐姐的样子，对弟弟多照顾一些，那20万就不要再提了。姐姐心里不服气，赌气在家族群里甩了一句，这个钱我不要了，这样行了吧？结果父亲夸她懂事，母亲说一家人就该互相扶持。只是从那以后，姐姐回老家的次数越来越少，也不再给家里任何经济上的支持，甚至学会了在朋友圈里装穷。有些人可能会觉得，当家里有人混得好了，帮一帮其他亲人不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吗？其实不然，想要做到这一点，背后得有几个关键条件。首先，那个发达的人得有足够的财力，达到了可以随意挥霍的地步，回家就是为了慷慨解囊，顺便博个好名声。比如像某些大老板那样，回到老家能给每个亲戚发10万块钱，让他们去创业或者改善生活。可对于普通人来说，比如一些小老板或者中产阶层，赚的都是辛苦钱，根本没有这样的底气去大肆资助。其次，接受帮助的人不能完全没有能力。举个例子，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想创业，这本身是好事。可如果他一张口就说要开餐馆、花店、书店或者咖啡馆，那基本上可以肯定，这钱十有8九会赔光。因为这些生意在市场上往往是风险极高的项目，稍有不慎就血本无归。最后，接受帮助的人得懂得感恩，这一点尤为重要，光凭这条就能淘汰掉绝大多数不可靠的人。现实中总有太多人觉得家里有人有钱了，帮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，根本不需要回报。我曾经在一篇关于借钱的文章里提到过，你把钱借出去没问题，可一旦开口要他们还钱，你就瞬间变成了十恶不赦的坏人。其实我对帮助家人这件事特别有感触，也特别有发言权。我对家人要求严格，不是因为我冷血，而是因为我不想让他们觉得我是个好说话的大好人。为了赚钱，我每天都在绞尽脑汁的经营，学习新东西，遇到一个小问题都能让我琢磨到半夜。而他们呢，大多数时候都在睡觉、打牌、聊闲话。可当他们来找我帮忙时，却劝我不要太计较钱，要大度一些。换成是你能忍得下这口气吗？你说我忘恩负义也好，说我六亲不认也好，这些我都能接受。可如果你把我当成一个随便掏钱的冤大头，那我绝对不做。其实姐姐那个故事只是冰山一角，现实中这种情况太常见了。有人发达了，亲戚朋友就觉得这是个机会，纷纷伸手要钱要帮助。可他们往往忽略了一件事，有钱的那个人并不是天生就该承担所有人的生活。姐姐在上海拼搏8年，每天加班熬夜，好不容易有了点积蓄，结果弟弟拿去挥霍一空，还反过来怪他小气。父母也不想想，这20万对姐姐来说意味着多少个日夜的努力。他们只看到了姐姐的光鲜，却没看到背后的辛酸。再来说说那些伸手要钱的人，很多人觉得借钱不还是一件很正常的事，甚至还会理直气壮地说，你那么有钱，帮我一下怎么了？可他们忘了，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是别人一点一滴赚来的。就像我自己，每天忙着工作、学习，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，可有些亲戚却觉得，我既然赚得多，就应该分给他们一些。他们从没想过，我为什么要把辛苦赚来的钱拿去填补他们的懒惰和无能。说到这里，我想多聊几句关于能力的问题。如果一个人自己没有本事，光靠别人接济，
那就算帮了他一次两次，也很难有长久的改变。就拿开餐馆的弟弟来说，他可能根本没做过市场调查，没学过经营管理，就凭着一腔热情冲进去，结果自然是失败。如果姐姐一开始就拒绝借钱，或者给他一些实际的建议，也许他还能少走点弯路。可惜很多人并不想要建议，他们只想要钱。还有一点很重要，帮人得看对方值不值得。如果一个人有上进心，愿意努力，只是暂时缺钱，那帮一把没什么问题。可如果对方根本没有感恩的心，甚至把你的帮助当成理所应当，那这种人帮了也是白帮。我有个朋友曾经借钱给一个亲戚开店，结果店开起来了，亲戚赚了钱，却从没提过还钱的事。后来朋友忍不住问了一句，对方反而生气了，说你这么有钱，还跟我计较这点小钱。从那以后，我朋友再也不提帮忙的事了。其实帮不帮家人，不是看你有没有钱，而是看值不值得。我有个原则，能自己解决的事，我绝不求人。同样的，我也不希望别人把我当成提款机。我赚钱是为了让自己过得更好，不是为了养着一群不思进取的人。如果有人觉得我不近人情，那也没办法，我宁愿少点亲情，也不想让自己变成别人眼中的善人。再说回那个姐姐，她后来为什么不回老家了？因为她看透了。她发现不管自己多努力，家里人永远觉得她做得不够。她拿出20万，弟弟觉得不够慷慨，父母觉得她应该再多给点。她的付出没有换来感激，反而成了别人眼中的义务。换成谁愿意继续掏钱呢？所以有钱之后不能随便帮家人，不是因为心狠，而是因为现实太复杂。你的钱是有限的，可亲戚的需求是无限的。你帮了一个，另一个又会冒出来。你给了钱，他们可能还嫌少，甚至觉得你应该再多给点。时间长了，你会发现自己变成了家族里的救世主，所有人的问题都指望你解决。可你自己呢？你的生活谁来管？我有个亲戚，家里条件不好，总是找我借钱。我一开始也帮过几次，可后来发现他借了钱从来没想过还，反而每次见面都抱怨我不够大方。我后来干脆断了联系，因为我不想让自己活得那么累。赚钱是我自己的事，养家是我自己的责任，凭什么还要我去养别人？当然，有人会说亲情无价，能帮就帮。可我觉得亲情是相互的，不是单方面的索取。如果帮了你，你懂得感恩，甚至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，那我愿意伸手。可如果帮了你，你却觉得这是我欠你的，那对不起，我宁愿把钱花在自己身上。总的来说，发达之后能不能帮家人，得看情况。如果你的钱多到花不完，像那些大富豪一样，随手资助无所谓。可如果你只是个普通人，赚的每一分都是血汗钱，那就得慎重。帮人之前，先问问自己，这个人值不值得，这个忙帮了会有什么结果？如果答案是否定的，那就果断拒绝，别让自己变成别人的依靠。最后，我想说，赚钱是为了让自己过得更好，不是为了讨好所有人。亲情很重要，但不能成为负担。如果帮家人只会让自己陷入困境，那还不如保持距离，至少还能保住自己的生活。姐姐的故事是个教训，提醒我们，有钱不是错，但随便帮人可能是大错。学会说不，才能活得更轻松。今天先分享到这里，如果对你有帮助，欢迎按赞订阅智慧补丁，超越自我，完善人生。